当我们讲性骚扰这个东西你跟这个网络上去查，或者你直接跟 ChatGPT 聊或什么，它其实它会给出一个标准答案。那个标准答案叫什么？对方感受是关键。对，但我总觉得是这样吗？音是什么？3点水，上面一个爪，下面一个任意的任嘛，对不对？没错嘛。对，爪就是手，手任意抓，就会流出水。男子汉学院。本节目是由台湾最美最屌的 Podcast 录音室 Mike My 赞助播出。感谢 Mike My， 我是 Eric 幺幺嘛，我是 Jeff Machine。一房难求的 Mike My， 今天我们又来录 Podcast。我们的节目是陪伴大家一起探索男人内核的 Podcast 天地。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个比较算是有争议性的话题，对，最近被延上的网红性骚扰事件。对，你平常打招呼，美式的打招呼，你会拍人家屁股吗？绝对不会。男生可能会，女性绝对不会。而且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不会，年轻的时候也不会做这种事。对啊，那为什么会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打招呼方式，别人不能接受？不会有人认为这是正常的打招呼方式，除非他对很多事情出现了误会，不然我不觉得会有人认为这是很正常的打招呼方式。所以某种程度就是想要脱罪而已嘛。对，或者是你在美国读过书，我也在国外居住过，就是不同国家一段时间，而且我居住的国家都是非常奔放的，还没有看过哪一个国家不认识人第一次打招呼会拍屁股的。对，男生也不会，男对男也不会，男对女也不会。那在巴西这么热情奔放，不会啊，拍屁屁这种东西真的没什么好说。对，那我只是好奇了，就比如说欧洲人啊，脸颊贴一下，他们会亲脸颊，但是通常是会有一个默契，就是你看到对方肢体语言对你虽然是刚见面，可是你感觉出来对方会想亲近你之后，你就会去跟他贴个脸颊。然后如果那一天的比如说聚会，大家一起很开心，可能就离开的时候会亲一下脸颊。所以巴西人也是。对。那还有没有会多一点？就抱紧紧这样。抱紧。但是巴西人很有趣，巴西男性对同志这件事情，至少我在里约、热内卢，他们对这种东西非常排斥，就是男就是要男到底。我是 straight， 我就要 straight 到底。我也是跟一个好兄弟去海边拍照，然后那天太阳很美，然后我们就两个人就觉得太阳很屌，我们两个就比，然后两个人手在中间把那太阳圈起来拍个照，然后我就放到那个 Facebook， 然后其他训练伙伴看到就说：“Oh, you guys are so gay。”然后那个兄弟说：“你把它拿掉了。”他们非常介意这种事。没有办法有这种幽默感。对，不要，他们不要这种幽默感。我一天到晚，对啊，你看我们之间常常开这种玩笑，他们会觉得no， 不要。那你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而且他们的价值体系就是异性的评判里面没有可爱这件事啊。我们会说，我们那个兄弟他可能长得很可爱，他们会觉得这样很 gay。OK， 至少我接触到的所有人，甚至那时候我就跟那边的女性朋友聊天嘛，我就说哪一个足球员长得蛮可爱的，他就看着我说，我们不会用可爱形容男生啊。所以刚才那种幽默感对他们来讲就是太可爱了，不行，他们不接受这种调侃。然后他们虽然是一个很奔放的国家，可是我觉得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大家还是会看状况啦，没有什么第一次见面就拍屁股说你好，第一次见面很开心认识你，就男生也不会，女生OK， 我的经验是这样，也许有人有不一样的经验。对，没有啦，我觉得这其实讨论这个，其实我觉得，对啊，好像是想要帮他找一个合理的解释吗？没有，其实我们只是想要讲一件事情，就是界限没有这回事。对 ，OK， 没有这回事，根本就不可能。对，好不好？而且美国人对身体的界限很清楚。对啊，我觉得比台湾人还清楚。是的，非常清楚。对，这是。但是呢，世界各国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不成熟的规定，但我不认为这件事情是真的，叫做人帅真好，人丑性骚扰。这个其实有吸引力的人，某种程度来说会
相对的被默许比较多的空间，但是一样，它还是有界限在。对啊，对啊，但是这个就讲到性骚扰的本质嘛。人家说性骚扰的本质其实是权利，对啊，或是权力的误解，对权利的误解或误用。对，我以为我能做这件事情，对对对或是我以为我做这件事情你不敢反抗，我才会做。对，所以人帅真好，这个其实就是他仗着自己长得稍微比较好看，这也是一种他自认为自己在权势上面，我有这个优势，然后他去 take advantage 在这个上面，那我觉得无可厚非。问题是你要看人家的 feedback 是什么样。这时候最屌就是我们奇诺里维基哥了。基哥怎么说？他都是绅士手，他在拍照的时候从来不会去搂粉丝的腰，然后他的手，他有过一个专题在讲这件事情，就是他跟粉丝合照，手基本上都是放在看得到的地方。他手可能在后面，但是就是譬如说腰在这，他手是在这，他打招呼或者没有身体接触，或是会这样，他不会去搂或是去腰部的接触或是之类的。所以基哥已经是都市传说了，他是都市传说，对，圣人般的存在。不，我觉得他不是圣人，他就是我觉得这种事情我不想做。对，但他已经被塑造成一个当代流行文化，对流行文化里面的，然后是一个能打的圣徒。对，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慢慢去意识到要这件事情比较谨慎了。就是我以前拍照亲近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动作，对，就跟没那么熟了或干嘛。其实搂腰真的，后来我不太 OK， 对，我会避开这件事情。我可能就是会放在旁边，像比个6，或者肩膀靠肩，就是不要有这些动作。一方面是尊重别人，二方面也是尊重自己。对，所以你知道吗？两个男人聊这个话题，其实没有什么参考点。对，比如说好，那搭肩嘞，拍照我们可以用2个角度嘛，我们自己的经验，或是我们如果看到我们的另一半被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感觉？这也是一个讨论的点嘛。那这就会开始有很多空间啦。那你觉得你可以搂别人的腰拍照，那当你的另一半被别人搂腰拍照的时候，你可以接受吗？我觉得这是蛮好的参照点。对啊，这是一个参照点啊。所以就是到一个年龄之后，每个人都不想要麻烦，然后你也会开始比较谨言慎行，你就会，我觉得就会去思考这件事情我做跟别人对我做，我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反应。我如果觉得 OK， 别人不一定 OK 啊。对，那我如果觉得不 OK 的事情，我就一定不能做嘛。那有些人会说，有需要这么谨慎吗？人生那么样很辛苦，其实这不是辛苦，我觉得这是一种高等级的自爱。对。那你觉得拍照的时候搂肩，如果很熟的朋友，然后合理的状况之下，我觉得也许可以。但是这个就也许可以，这个就是看你。但是一样，就像我讲的，我尽量避免。尽量避免。但是同时就是说，某种程度来说，你是可以允许你的另一半跟别人拍照的时候，对方搭住他的肩，可以。然后通常有一个讯号，就是女生会来搂我肩的时候，我就会给她一个友善的回应，因为她做这件事情就代表在这个身体空间内，她可以接受嘛。对啊。那搭肩之后揉一揉，我觉得那就不一样了，对吧？是吗？对，所以细节，细节，因为我之前就有看到一些影片嘛，就是说，这个人很恶心，那其实就是他开始对有一些不需要过多的肢体动作，对啊。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讲性骚扰这个东西你跟这个网络上去查，或者你直接跟 ChatGPT 聊或者什么，他其实他会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他的标准答案叫什么？对方感受是关键。对，但我总觉得是这样吗？那我后来我就觉得这种东西不能男人自己关起门来研究的，当然要找女生，对，或者找几个女生聊，包含我太太。我发现他们的讲说，当然不是啦。有的时候等别人去表达说他的感受，有时候已经太迟了，太慢了。对，那我觉得我自己也是。隐约我其实懂这件事情，对，就是我们男人其实要自觉。对，像你讲到一件事情很好，自觉。那为什么要自觉？像我自己的体验是，谨言慎行不是因为我们胆小，也不是因为怕事，而是我们的这种自律是表达我们对自己的尊重。对，我不想要有这种
误解，因为我不希望我自己的行为被低的标准拖累。那这样就代表我是爱自己的嘛。我觉得这很重要。对啊，我刚才偷偷的看了你的笔记，君子这样，君子多情不滥情，然后发乎情，止乎礼，然后好色，君子好色不淫乱，对，好色不好淫，不是不好色不淫，就好色而不淫乱。好色是男人的本性，人类的本性。我看到女生很漂亮，我也会觉得哇，好漂亮哦，我也会有一些想象空间。对啊，君子好色而不淫。对啊，好色而不淫啊。对，发乎情，止乎礼啊。对，然后多情而不滥情。对。所以像杨刚与英荣那本书里面，其实就讲到一件事情，他说男人是需要吸收阴性能量的，但吸收的方式并不是单纯透过肢体，就是也许你在跟一个很年轻漂亮的异性相处的时候，你感受他的生命力，你闻到他身体散发出来的香味，在合宜的距离内，其实那就是一种多情的感觉嘛，就是我去感受这个年轻生命，但是我不用做任何行为，我也不用去搂他、接触他，或是有不必要的举动，但是我一样可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得到能量的启发，或者是给自己一个正面的刺激，这就是一种好色啊。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男生其实是追求美，对啊的一种天性，或者是对于阴阳能量的一种尊重。对，所以才要讲人帅真好这件事嘛。女生也喜欢跟不要讲帅哥，他们觉得有吸引力的男性在一起，聊天也好，或是做一些日常的事情，去逛街看电影都好，就是人的天性啊。对，但好色而不淫，那就是我们讲的嘛。你在跟异性相处的时候，肢体的动作怎么去拿捏那个界限？淫不是说到最后一步那个才叫淫，而是不合宜就是一种，可以定为淫的行为嘛。就你摸人家屁股，那是不是？是啊。你去揉人家肩膀，在别人跟你还没有一定的熟悉程度，或是让别人觉得不舒服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不恰当嘛。但是我在看这整个事件就我稍微为了要做这一集内容，我去看了，因为通常这种东西我们不会看那么仔细，但是我后来我仔细的去看发生了什么事，包含一些判决。其实我觉得，像现在犯了这样错的人，比如说孙生好了，他其实他是一直在 push boundary， 就是他一直在试图推他的那个界限，一直有一种我觉得像很多人做这个行为是一种试探。我如果一直撕破这个底线，会不会今天达到我最后想要的目的？对，但是这个东西就一样很微妙。如果你试探的状态不对，或是方式不好，那你就会出现像被人家认为你行为不恰当这样的状况。对，但是他纯粹他其实他的意图就是赢了。其实那很明显，他的意图是赢，所以为什么很不 OK？ 就是因为他在他的身份一定是获得了很多的特权，就是甜头嘛，所以他才会觉得说他可以这么做，然后他这么做有一定的几率会成。夜路走多总会碰到鬼，对啊，所以很多很有名的案例都是这样啊。最近现在美国吵最凶，对不对？P Diddy 不是Diddy 已经是另外一个 level， 他已经是邪恶了，他已经是邪恶，他跟那个赢不赢已经没关系了。吹牛老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你可以上网找 DIDDY， 对，弟弟音乐真的不错。对，先撇开师德，对，他的歌我还是会听的，但是他已经是邪恶了，就太可怕了。但是我看也没人，至少目前也没人动得了他。应该掌握很多关键证据。因为题外话，淫荡的淫这个字，我们以前国文老师有讲过。中文的形成有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6种嘛。淫荡的淫是哪一种？声，不是象形、指示、会意、形声。形声不是，我记得是会意。会意吗？因为它淫是什么？3点水，上面一个爪，下面一个任意的任嘛，对不对？没错嘛。对，爪就是手，手任意抓，就会流出水。对，那是我真的以前我们国文老师讲的，我绝对没有开玩笑。但我不要讲是谁，因为他应该已经不在了。对啊，我们国中的时候他就70岁了，但是那个老师很妙，就是他会用很多我们以前
小时候听不懂的方式去解释国文，然后小时候觉得这老头怪怪的，但是现在就觉得那老师超酷的。难怪你中文还不错，可能是吧？嗯，对。哎呦，然后你仔细想一想，手任意抓就会流水，啊，对，所以说这是一个新生。哦，吃会议讲错了，会议对吃水果也会啊，对啊，哦，对啊，手随便抓就会有水，对啊，所以你也可以对水果赢了，对，果蝇就这样来的。OK，其实这个我觉得不算太差题了，不算差题。对，刚才讲了，讲到弟弟，对，小弟弟，弟弟的小弟弟还好，因为他涉案的相关的，因为他其实办了很多这种 party 白色 party 什么 party， 对不对？就所有美国的权贵很多很有名的人都参加，所以对政商名流、演艺、体育界的名流都有参加过他的活动，所以这个东西如果被掀翻了，真的是会搞得无一幸免。对，所以某种程度让我们继续看。这也回到一件事，人在拥有权力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开始无止境的扩张自己的欲望？这就很明显了。对，就像我个人完全不能理解，小朋友这么可爱，为什么有恋童的，而且是这种异常的性倾向？对不对？然后我是一个凡人，我觉得女生很漂亮，我喜欢女生就够了。然后但是像弟弟，这是一个黑人，高壮的黑人，然后他会染指男性。那个就跟罗马就是我觉得那就是权力所带来的，就我可以做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对啊，罗马的那个权贵也都是这样啊，男女通吃，因为这是权力最高的展现嘛。对啊。但我没办法，我觉得有权力，我好像也不会想做这件事。不是，这表示你是个正常人。我是正常人，我权力不够大。OK， 我权力很大，我也不会想了。对，我不知道，至少现在我是这样觉得了。他们应该是这么讲，他不是双向的。对，某些权力过大的人，出了问题变成那样的人，并不是说每个都会。对。可能你的权力会让你的意志扩张到某些项目比较极端。对啊。然后某些做出这样的事情的人，他是完全没有权力的人，他纯粹是为了要去得到权力。对，反过来，像很多连续杀人魔，对，都做这种女性或者弱小。对，所以。fucked up anyway， 对啊。题外话就是，因为弟弟对，因为晚上都我女儿洗完澡，我就帮她擦乳液。我女儿6岁，对，我就是脑子里我是常常会出现你刚才讲的事情。我说妈，到底什么样的人会对一个小女孩做出这样的事情？没有办法，完全没办法想象，完全没办法。对，而且听到就会愤怒，我真的会听到那种什么爸爸因为女儿被那种恋童的处理做了不好的事情，甚至杀害，我真的会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自己没小孩，但我真的可以理解到为什么会气到想杀人，或者气到真的去杀人。我觉得那个 Liam Neeson， 对啊，那电影叫什么 ？I'll find you， 对 ，I'll kill you，Taken 是 Taken， 叫什么营救的？急速救援还是什么？即刻救援？他到后来都什么救援即刻的？对。对啊，拍了好多集，3集。他是有3个女儿吗？没有，第1集是女儿，第2集好像是老婆出事还干嘛？然后第3集什么一个阴谋，我都有看，可是我有点忘记细节了。对，但是蛮好看的，就是爽片了。对，就是这个原始的这种男人这种保护家庭的这种东西被激发嘛。对啊，所以你看，我们是男人，有保护自己家庭这种原始的动力。那你用相同的角度去思考，你是不是也应该用这样的心态去对待身边的异性？因为他可能也是别人想保护的对象。然后，如果他是我的对象，我也不希望他被别人这样对待嘛。所以权力会腐蚀人心啊。所以这些人他的心已经是他不是正常人了嘛。对啊，我们没有在那个位置，真的有权力的那个位置过，所以或许我们很难理解。那权力这东西也很有趣，就是你不见得是真的拥有它，可能你觉得你拥有它，但你没有。对啊，而且在这种案例里面，其实很多时候女生其实她不太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对，那你觉得她是没有回应？所以我可以继续往前，但有的时候女生她只是被一种
不平等的状况被压制住，对啊。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女性是这样子的，就是被压制不敢出声，或是没有办法反抗。但有些人可能也就是趁机，极少数可能也是利用这种机会出来，就类似有点是仙人跳或是干嘛，利用这个东西去。对，比如说当年打一个问号了 ，Kobe Bryant 那件事情，对，就很难说，不能说他没有错，对，但是真的是完全他的错吗？不知道，也不知道，对，所以像那样的事情，其实后来你看，很少人记得 Kobe Bryant 其实犯过这样的错，对，因为我觉得他处理的方式还算肯负责。或是钱给的够，钱给的够，对啊，所以，但这很难讲了，就是真的要小心这个界限，自己要有自觉。对对他那时候我记得是已经名声起来，但还不是到后面大家给他那么高的地位。但是我觉得他好像因为这件事情有成长，对，就开始更加谨慎的去处理这些事情，或是面对，或是对自己要求更高。因为我的印象是，Kobe 年轻的时候我没有很喜欢他，因为就大家都在说他很臭屁啊，这个新人很拽啊，然后明星赛的时候，卡尔马龙要帮他挡拆，他跟他说什么 fuck off 什么之类的，那时候马龙是大前辈嘛，他讲 fuck off， 马龙就俩攻了，然后就好像就讲这件事情，可是后来也有人说他并不是自大，他只是在场上他全心全意的不在乎辈分，想要求胜，这都有很多解释，但是他几件事情发生之后，像这个就是我记得是在什么 Eagle County 是英郡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反正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我觉得他很多事情开始也有变化，然后他很幸运，就是他老婆是无条件支持他的。然后后来就是他的家庭的形象有高于他这个丑闻，对啊，就是他，我相信他是真心有去面对这件事情。严格说来算是少数能够从性丑闻里面算是翻转的一个。我觉得心态有做好，然后该做事情也有做好。但是这种事情，我觉得对任何阶层的男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麻烦的状况。就是要谨慎一点。所以我一直强调嘛，其实谨慎是最高等级的自爱啊，不是胆小，不是说你胆小你不敢做没种，而是没有必要。那除了就我们刚才讲的权力让一个人有一些比较奇怪的心态以外，对吧？有没有人他其实去做这件事情，其实他是认为，还是说他纯粹就是好色，然后他认为借由这个方法卡点油？有这种人，也是很多嘛，这种有，对。一般的情况下，正常人里面这种，我自己的经验是这种人居多。你自己的经验是说，就男生嘛，你说大家没有去过深色场所嘛？不可能，我们不用装纯洁嘛。我以前也去深色场所，然后就看到身边有一些人，就很多人真的就是觉得我都花钱来了，多摸两下，为什么不行？这是同一个 context 的事情吗？类似，但是深色场所没有深色场所很多啊。我们讲深色场所，但是这种东西就会有观感嘛。你付钱，你可以做这些事情，也某种程度是被允许的。但是因为说实在，我去的少，我有一段时间蛮有机会去的。OK，然后就有人，譬如说好，当然在深色场所，我们直接讲，譬如说去酒店，有些酒店当然你可以有肢体接触的，但是肢体接触总还是有一个界限吧。譬如说亲一下、摸一下，很开心这样。可是有人就是我付了钱，我就要摸到底，像你们国文老师说的那种，对，一直摸到上面有爪子，下面一直摸，然后旁边女生都已经可以觉得你感觉出来就是对，但你付了钱我不能讲，但是就觉得好像有点太多了。OK， 对 ，OK， 但这个放在我们现在这个话题来讲，好像是不是太贴切了？因为对，但是没有我们只讲这心态啊，心态，就是有些人就是我能多卡点油，多抓一把，或是多做点什么事情，我好像就赚到了，或者我觉得好像很爽，那你想想看嘛，这样的人如果习惯这样的行为了，他在一些不要讲生产场，或者一些比较纸醉金迷的场合，比如去夜店玩，或在一些聚餐就酒酣耳热的时候，他会不会也开始有这种行为？我想起来，机会相对高嘛。那个年轻的时候，我们不是比较喜欢去夜店嘛？对啊，然后你就有些男生，
就是因为很挤哦，对啊，然后就一直嘟过去，一直嘟过去这。就是我讲的啊、就是我觉得这种心态就是会成为惯性。你在那样的场合做这样的事情，当然在深色场所、付费酒店这种地方，你是会被允许的，但是服务你的对象可能感觉并不好，是，他会觉得我完全没有被尊重，对，那如果你是这样心态的人，你到比较不是这样的场合，你会不会开始不小心也跨过那个界限？譬如你可能会借酒去打破一些规范，或者干嘛啊？我喝醉了，对不起。可是像有些人，我们自己身边的好兄弟其实都不是这样的人。那你有看过我们身边这种人会没事去跟女生乱摸两下，说不好意思，我喝醉了，我忘了，不会有这种人嘛？至少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不会这样。反倒是我们会被，你会啦，我会被男生摸，对，会被男生摸，我也会，都是你摸我啊。没有，我年轻的时候我真的遇过几次，就是被男生，我也被摸过啊，那我就觉得 it's OK。但我年轻的时候真的不懂，就是比如说我以前戴那种铁链的那种。以前玩那种 punk 嘛，punk rock 会有没有像 Sid Vicious 就 Sid Vicious 是一个朋克始祖乐团性手枪 Sex Pistol 的贝斯手，对，就以狂野称主。我怕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谁是 Sid Vicious， 他曾经是算是一个文化偶像吧，就是一个 icon，就是一个大家觉得哇最很酷的那种。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学他那种铁链，带一个锁，对，然后就。遇到一个 DJ 吧，摸我的那个脖子，这样，你这个项链，怎样，对，然后后来我那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对，后来还是其实你很舒服，现在想一想，还好，没有很舒服，OK 啊，对，会不会是因为你很舒服，然后你反过来抗拒这种感觉？我有仔细去品尝一下，没有，真的。那我们都没有办法，对，因为其实那个界限就是在于，他不是只有摸我的项链，就故意接触到皮，对，然后就是顺便摸我的脖子什么的，然后还有点就是对 ，OK， 对，就听起来就很像有些男生，我帮你算命就摸手，然后摸一摸摸到上面，就类似那种类似那样。我相信他如果直接拉铁链起来看，你可能就觉得it's OK， 但他可能有一些接触就对，所以像我们讲刚刚讲了嘛，就是性骚扰有时候不见得是权利，有些人可能是贪小便宜，贪小便宜，或是能摸就摸，对，所以底层还是一种对于性的渴望，还有对于亲密。我觉得不能讲性的渴望或亲密的渴望，而是他底层有一种，不是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就是一个，我觉得他要的应该就是一个快感。对啊，但是那个快感可能来自于第一个，我有权利能做这件事情，这是一种快感。第二种快感是，反正我不摸白不摸，我摸一个赚一个，就是一种。打猎，对，打猎的习性，我没有办法把你神奇宝贝，我没有办法真的把你猎下来当成猎物，但是我咬你一口屁股我也开心，对，类似这样，对，但我说的是，为什么他不是去台南吃每一间小吃各吃一碗，对，而是去对女性伸出他的手。去卡油，他认为觉得有赚到，底层其实他要追求的其实是，就我们刚才讲的嘛，色，但是他又赢了，对不对？过了，对啊，所以回到这个色这件事情上，对啊，就是说，男人终究是追求女色的嘛，当然了，对啊，那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去获得女色？而不是用这种卡油的方式，我觉得其实这个更值得去讨论。对啊，对，那是不是我们下一集可以来聊聊，怎么样让你能够成为好色，但是又上流的风流，用风流跟上等的形象去完成你好色的心愿。对，就是不用伸手，不用当咸猪手。对，
自然而然的吸引到你理想中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OK， 那我们下一集可能就要来跟大家聊聊如何提升男人的吸引力，对，还有探索一下这个男人魅力的根源。OK，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节目，留言、分享，还有什么订阅我们的这个频道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对，那如果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那或是你想听什么，对，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节目。那我们今天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谢谢 ，Peace out。